同学们，上一节我们学习了由非糖物质通过糖异生作用生成葡萄糖。在生物体里，生成的葡萄糖可以进入蔗糖合成途径，蔗糖运输到各器官以合成各种多糖，或供生命活动的其他需要。单糖可进一步作为单体，合成寡糖和多糖，作为能源、碳源和结构物质，稳定存在细胞和组织中。下面我们学习蔗糖的生物合成。在学习蔗糖的合成之前，我们先熟悉一下蔗糖的结构。蔗糖是植物储藏、积累和运输糖分的主要形式，是由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果糖脱水缩合形成的非还原型的双糖，也叫做阿尔法 D 比兰葡萄糖基、贝塔 D 呋兰果糖苷。蔗糖是光合作用的主要产物，广泛分布于植物体内，特别是甜菜、甘蔗和水果中含量极高。虽然葡萄糖和果糖脱水可以形成蔗糖，但是在蔗糖的合成过程中，葡萄糖和果糖不能直接合成寡糖和多糖，葡萄糖只有转变为活化形式才能合成寡糖和多糖。尿苷二磷酸葡萄糖、腺苷二磷酸葡萄糖和鸟苷二磷酸葡萄糖都是葡萄糖的活化形式，它们分别在寡糖和多糖的生物合成中作为葡萄糖的供体。下面我们学习葡萄糖是怎么反应变成活化形式的。底物一磷酸葡萄糖和 UTP 在 UDPG 焦磷酸化酶的作用下合成尿苷二磷酸葡萄糖 UDPG， 这样通过 UDPG 焦磷酸化酶的作用，葡萄糖变成了活化的 UDPG 形式。这个反应是可逆的，但是由于焦磷酸极易被焦磷酸酶水解成正磷酸，使反应向右进行。葡萄糖的另外两种活化形式 ADPG 和 GDPG 也是以类似的反应生成的。催化的酶是 ADPG 焦磷酸化酶和 GDPG 焦磷酸化酶。蔗糖合成可通过下列两条途径，利用蔗糖合酶和磷酸蔗糖合酶作用生成蔗糖。首先我们学习一下第一条途径，利用蔗糖合酶催化合成蔗糖。蔗糖合酶能利用 UDPG 作为葡萄糖供体，与果糖合成蔗糖。蔗糖合酶除了利用 UDPG 做葡萄糖的供体之外，也可以利用 ADPG、GDPG 等作为葡萄糖供体，但是活性偏低，主要存在于植物的非绿色组织，如贮藏器官中。因此，在贮藏器官中，蔗糖合酶主要起蔗糖分解的作用，产生 UDPG， 用于淀粉的合成。蔗糖合成的第二条途径是利用磷酸蔗糖合酶催化 UDPG 和6磷酸果糖生成磷酸蔗糖。磷酸蔗糖合酶在光合组织中活性高，产物磷酸蔗糖在磷酸蔗糖磷酸酶的催化下，容易水解生成蔗糖。植物体内蔗糖合成的途径有两条，第一条途径是通过蔗糖合酶催化果糖和 UDPG 反应合成蔗糖，第二条途径是通过磷酸蔗糖合酶以及磷酸蔗糖酶合成蔗糖。由于磷酸蔗糖合酶的活性较高，平衡常数，有利于蔗糖的合成，所以一般认为途径2是植物合成蔗糖的主要途径。至于途径1的功能，现在认为主要是在蔗糖分解中起作用，特别是在贮藏淀粉的组织器官中，由叶片运输来的光合作用产物蔗糖转变成淀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。蔗糖是非还原型糖，是植物组织中糖类运输的主要形式。在微生物中存在通过蔗糖磷酸化酶催化的1磷酸葡萄糖和果糖反应生成蔗糖。